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欧，24岁，来自湖南高铁信号维护员；女嘉宾小谢，24岁，同样来自湖南，室内设计师。来，有请两位，有请。就这哈，欢迎两位哈。老师好。好，大学同学吧，应该是。对，谈了4年是吧？小片里说的，是异地吗？对，是异地。他毕业之后开始异地的。你在哪儿啊？我在老家衡阳，他在长沙。也没多远嘛，怎么了？对，主要就是因为他毕业之后，然后可能是因为他那个工作的性质吧，然后他工作都是晚班，所以他毕业之后，我就感觉我们之间联系也越来越少了。联系少，是特忙吗？对，因为我的工作性质的话，跟普通人不一样。我的话都是上夜班。就高铁停运了，你们开始减是吧？对，就这种。全夜班？对，全夜班。歇吗？有时候就是不歇，就是连着上。连着上。对，就白天休息，夜里上班。对，像我们的话是晚上8点钟就得差不多准备工作完毕之后，然后就去线路上面维修那个设备。一上的话就得上到早上5、6点，所以下了班还挺累的。对，也没有太大心思，就只想休息。他可能觉得我下了班就只睡觉，然后也不关心他。对，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作为我学长嘛，然后他经历的事情也比较多。我刚进大学那会儿认识他的时候，我就比如说学校里面要不要进学生会呀，或者要不要竞选班干部这些事，我都会问他。然后那个时候他都会特别耐心的跟我分析，他说，进学生会有什么好处呀，有什么利处呀，你可以自己考虑啊，怎么考虑啊什么的。这是人生导师。就依赖他，因为大学一直这样走下来的嘛。然后后面我现在也是刚毕业，我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大4的时候，因为我是学室内设计的，然后当初我想转行，觉得室内设计师可能每天都是要加班加点的，可能我自己不太适应吧。然后我当时转行了，做那个活动策划。然后我毕业设计作品出来之后，老师特别满意，他说你既然选了这条路，就一定要好好走下去。他觉得我做这行是特别适合我的，觉得我有天赋。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纠结，因为我觉得我确实4年学了这个专业也挺不容易的。然后我当时就很纠结，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选。然后我就想让他像以前一样帮我出点主意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给他发消息，可能他在工作吧，他就没有回我。过了特别久之后，他给我回信息的时候，他就说，你现在这么大的人，这种事情你应该自己去把握呀，不用我来跟你分析啊什么的。我就觉得他好像就不像以前那样子对我了。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就挺小的，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解决。对，本来我工作就特别忙，加上上夜班，就是整个颠倒，就是可能没休息好，然后也不是特别想说话，可能那些也有点情绪什么的。没什么，就这个。然后平时就很多时候跟他联系，他基本上就是每次都是这种态度。就自从他工作之后，我就觉得他整个人都变了。就脾气啊性格都变了，就越来越不耐烦。你没去看过他什么的？没有看过他，因为他是上晚班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可能白天他就要休息，也没有时间陪我，所以我也没有去找他。而且我现在也转正了，就等于2个人的工作时间凑不到一起。其实我现在要求也没有太多，我就希望他有空的时候可以多陪我聊聊天呀，增进感情。其实不是我不想陪他，就真的是因为那个工作性质比较。你有休假吗？1周休1次。看他去啊，有时候真的挺累的，就是真的哪都不想去，就只想休息。那咋办呀？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嘛。然后这次也是好不容易，希望能借这个平台。那我们也没办法呀，你的工作性质不就这样吗？所以我就希望他能理解我啊，或者是他来这边，但是他也不愿意来我这边陪着我。他那个工作时间，我就算去那边，我也不可能找一个晚班的工作跟他配合起来呀什么的。然后所以。而且因为他这种态度吧，我后面在自己正式工作中，因为我也是刚踏入室内设计，不像我同学他们一直走下去的，我中间想过转行嘛。然后我现在就从实习跳到转正，然后公司里面很多人情世故，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也没有经历过这些。然后他比我先毕业，他经历的多，我想有些事情想跟他说，我现在都没有给他发信息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我怕我这样子把这些事情跟他说，他会觉得这种小事就犯不着跟他说吧，就觉得又怕打扰他休息啊这种。那从他毕业已经1年了，对吧？从他毕业到现在，你们怎么谈的恋爱呢？就靠手机联系一下，偶尔会见一下。谁看谁？大部分时间都是我看他，他都很少来看我。
因为我去你那边，你肯定是没时间的，就算我去了，你也不可能出来。不是他休假的时候你就去呗。我们公司是周一放假。哎呀，你们俩这工作还真是，反正各种困难都被你们制造出来了啊！哎，你那些师傅什么的，他们怎么谈恋爱啊？他们就习惯了吧，因为我毕竟的话工作才1年，感觉就整天倒时差一样的，下了班就想睡觉。他这个工作性质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也没有要求他一定什么时候过来看我一下呀。不挺好吗？但是主要就是他根本就没时间陪我聊天，而且像我们现在也在一起4年了，我4年4个生日他都没有好好陪我过过，我就觉得，虽然我没有说一定要制造什么浪漫吧，但是我也想要一些小惊喜吧，然后他都没有。他每年生日我都会给他送礼物。每年生日都会，他每次生日都是在网上直接淘个什么东西就快递过来了，我感觉就什么巧克力啊、花呀，就特别应付那种。我觉得那个也代表我一个心意吧，虽然说我人没过去，但是我觉得一份礼物代表我的一份心意。但是你每次过生日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些手工礼物给你。我觉得你必须要花心思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他要过生日了，我得马上买个东西给他，免得他又跟我吵。有时候不是我不想花心思，有时候真的是工作特别辛苦，特别疲惫。你就别说了吧，你工作几年啊？工作1年多。对呀，他说的是4年来嘛。不是，他那个生日就挺特殊的，刚好是在过年那段时间。过年，但是我注意听到的是4年来嘛，所以他说的不仅仅是这1年嘛。有1年陪他过了生日，可能就是当时也。这你也较劲，谈个恋爱陪人过一生日还要较劲呢？也不是较劲，就是我的重点不在于说你是不是用心给他过生日了，所以你没有必要去解释。我的重点是想问。为什么过去都没有在过生日这个问题上跟你纠结过，而是恰恰在你跟他异地之后，这1年来他开始倒前面4年的旧账了？我想问你，这是为什么？他可能就觉得我自从工作之后就对他关心特别少，然后可能就是对他有时候也不理睬。好，下面我要问女生，你对他放心吗？很多异地的为什么不放心？因为他那个时候公司说休假，然后他说要叫我一起去广州那边玩。但是我公司因为我也是刚工作，不可能动不动就请假什么的。然后我说要不等下次我们2个时间凑一起，然后一起去玩。然后他说跟他同事一起去，我说男的女的呀？他说一个男同事。之后我就发现在他的微博里面，然后发了他的合拍，有一个女的，我当时特别吃惊。为什么我没跟他说是个女同事呢？本来我们俩异地，如果我再跟他说是一个女生去的话，他可能会更多疑。本来加上我们是有3个人，2个男生1个女生。我当时就是说，当时就直接跟他说我们2个男生去，就没有跟他说还有个女生。其实真的没什么，就是普通同事朋友。好，我们这个事儿放在一边啊，这个我觉得没什么。我还想问哈，就是他的朋友圈对你开放吗？开放。他有朋友圈里面晒生活的习惯吗？他很少发朋友圈。你透过他的这个朋友圈来看的话，他是像他描述的那样那么辛苦那么忙吗？反正我感觉他应该不会忙到跟我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吧。我承认确实有时候就可能对他的关心确实变少了。关心为什么变少了呢？说到底可能还是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就是这个工种的话，我们是维修那个高铁上面的那些设备，如果出了一点差错的话，就可能会导致那个高铁出现问题，这个责任我们是担不起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得高度集中。他有时候问我的那些话的话，就可能我就觉得他自己完全可以解决。你怎么打算你们俩的未来呢？我当然是希望他能来衡阳陪着我。但是我还是想要留在长沙，因为我在这边读的大学，然后我高中也是在这边学的特长，所以我基本上所有朋友也都在这里。如果我去衡阳的话，再说他那个工作的性质，他根本就没时间陪我，我就算去衡阳，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哎，他一个人在长沙，你放心吗？我不放心啊！他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要去那个张家界玩，然后我就说我可能最近没时间，能不能晚点去？他就非得一定要去，然后还跟我说他要跟一个男生过去，我就特别生气。当时其实就是为了气他，其实当时是跟还有2个女生2个男生，然后想叫上他跟我们6个人一起去玩嘛。但是我当时就故意气他，我就说就我跟一个男生去的。还有他身边的异性朋友特别多，他们都会在一起玩。但是我不觉得你对他紧张啊，因为其实讲实话，我挺信任他的，毕竟我工作这么忙，然后也没有其他心思去管，所以我希望他的话可能就能够独立一点。希望他独立。
对，我希望他未来怎么办呢？他又不愿意去你那儿，你们想这段感情怎么办呢？其实有时候挺两难的，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没有想过分手？我没有想过跟他分手，但是他总是嫌我不够关心他，然后就跟我闹分手，但是我都是不愿意的。女生未来有什么打算吗？没有想到以后会怎么样。好，没有想到以后会怎么样。好了，接下来那就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相信你们曾经是爱过的，你也是爱他的，但是至少现在我看起来，如果说的委婉一点，我觉得你爱无力。主持人问你说，哎，他那么多异性朋友，你不担心吗？你说，我反正忙工作啊，压力很大呀，我也顾不上想那么多。如果真正是还在爱的有力的时候，或者有方法愿意去面对的时候，你是会在意的，会去考虑这样一个异地的状况并不适合我们长期的发展。但你连想都想不动，或者懒得想。你说爱情爱在吗？有时候在，但是爱情会变质吗？有时候真的会变。距离也许让今天你们的爱情已经变质了。这个质变到可能不像最初的我们会有共同的未来，这个变到我们不再去思考何去何从。但是这种不思考，我觉得更可怕，是一种对生命和时间的消耗。不如我们真的痛痛快快想清楚，如果爱，找出一个更有利于两人共同发展的方案，是你回去还是他找你？怎样的方式更适合你们两个人共同成家以后的方案？只有这一条路。如果你们都不愿意去妥协，那我觉得实际上这份爱已经爱到今天没有太大的力气维持下去了。好吧，另外小伙子工作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我倒是很赞赏你高度集中去工作，责任心有的。但是爱情和事业一样都很重要，要想清楚才不会出错。好，谢谢。好，谢谢杨老师。来，曲总。小伙子说没有想过分手的事情，但是我真心的希望你们两个人应该想一想，异地恋一定不是分手的主要原因。我想你们之间的问题可能在一起时就已经产生了，否则不可能4年的生日，对于女孩来说比较重要的，体现出男孩对她关心的日子，你只陪她过了1次。当然我们没有在你们的叙述当中听到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听到的更多是不在一起异地的时候是目前这个状况。有一个细节，你一上台我觉得哎，小伙子挺注重自己的状态的。你健身一定不是1年2年的事情，而且花的功夫一定不少。健身你懂的，健身最怕是累的时候去，那非但不能健身，对自己身体也是一种伤害，而且也达不到效果。只有在自己状态好，觉得不累的时候才可能去健身。对还是不对？对。那这样怎么能够佐证说你把你工作描述成每天夜班的工作，都没有状态去理睬自己的远在他乡的爱人？解释不通的。你如果想的话，一定是可以联系他。如果你在乎他的话，一定会第一时间联系他，哪怕在你健身的间歇去跟他沟通，一定是可以有的，时间一定是有的。至于你和女同事出去旅游这件事，你知道他不愿意发生的，你瞒着他，但你还要去做。请问你做的时候，他在你心里有没有位置？但使我比较惊讶的是说，女孩同样类似的事情也做过，只不过形式上不一样。我告诉你哦，我们要去玩了，你去不去？你不去，那好，我去，殊途同归，意思是一样的。你知道他一定会介意，即使他嘴上说你可以去，但是你还是去了。你此时心里有他吗？而且最关键是说，你们对未来都没有一个规划，明摆着的，我不可能去你所工作的地点，而你也不可能放弃你的工作，对未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这么两地牵扯着，到底是一种习惯呢，还是真是有爱呢？说点真心话吧，谈点真感情吧。有，我们就想方法解决现在的问题；没有，那我们就彼此分手，珍惜我们以前在一起的那3年。这其实我觉得异地恋此时我觉得真是一件好事，考验了一对恋人的爱情的薄与厚，爱情的真与假。
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人生有的时候，生活就是排序，你会不自觉地把你的重要的东西排在前面，不重要的东西排在后面。你会不自觉地把时间给那些重要的，而对于那些次要的，你总是会排在后面。但是当你发现两个东西都很重要，你难以取舍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同样是爱情和工作之间的选择，他不知道怎么排序的时候，有些人选择忍痛割爱，我怎么选我也得做出决定。但有些人就像你们一样，我不选，我让他僵在那儿，我让他们俩自个儿选。换者言之，让他们俩自个儿选，就是让对方选，就把难题推给对方嘛，你来选。那如果两个人都已经到了把难题要推到对方，那你觉得这中间还有爱吗？像主持人这样，像我这样，我们一主持节目一站8、9个小时，吃个盒饭的功夫还跟家里视频一下呢，你咋不视频啊？你不找借口吗？其实你们很多行为已经做出了你们的排序，你的排序就是工作在前面，你的排序是什么？就是距离在后面，对不对？我想享受这份安稳，你们俩已经选择了，人生就是要有取舍的。想什么都占着，不一定，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明天，所以我们更要在今天做自己的主人，自己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要去逼别人选。别人选出来的东西，结果再怎样，你始终不是这个结果的主导者，对不对？我一同学常年夜班，中央台的，天天4点多钟上班去了。就我们在一起吃个饭，一定要他不上早班歇班的那一天才吃晚饭，第二天不用早起。那生活确实是跟常人不太一样，但是不影响他的家庭，不影响他的爱情，就是个借口。面对生活吧，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可能真的是我这工作这1年对他的关心越来越少。我也承认，有时候我下了班之后，为什么会去选择健身，而不是跟他聊天？因为对于我来说，健身出汗，就真的是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那种有时候就是特别疲惫的身体，去出一身汗，我反而觉得挺舒服的。我想我可能还是留给他的时间少了吧，毕竟在一起这么久挺不容易的。我希望能在以后工作中，但凡是休息，我都能把时间多留点给他，然后让他知道，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有他的。我希望你能把现在这份工作做好，因为你这个工作确实也挺稳定的，然后我希望你以后可以越来越好。好，谢谢两位。我多说一句啊，如果一个男人心里有一个女人，越是苦越是累，就越有话想说，就越思念。还有，你们不要进入一种误区，越难成功的东西我就越要去成就。异地恋本来就很难成功，有些人非要偏而为之，我就不信别人能谈得成，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争强好胜的，谈不成就是谈不成，好吧，回去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哎，今天很凑巧，今天其实我们2队都算特殊职业，一个是高铁设备的巡检员，一个是空中的乘务员，他们的工作性质多多少少都会给他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带来一些常人不能够想象的这个不方便啊，但是他们还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踏踏实实在自己的岗位上服务，恰恰是这样一些或者说这样一群特殊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才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所以我们11特别节目也向这样一群有特殊职业的兢兢业业工作的人致敬和致意啊！大家最后的环节当然是看他们俩的选择。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有话吗？可能是我变了吧，可能是我工作之后确实对他关心越来越少，我承认。我觉得他的离开其实
是好的吧。我觉得我也不想再，他可能觉得我们俩真的是不合适，就这样吧。好好工作，努力生活，谢谢你，请回，谢谢你啊。